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8类相图中剩下的其他5类二元系统相图。首先看第4类，固相中有化合物形成或分解的二元系统相图。左图中，化合物 C 加热到低共熔温度以下的 Td 温度，即分解为组分 A 和组分 B 的晶体，并没有液相生成。相图上没有与化合物 C 平衡的液相线，说明从液相中不可能直接析出 C 只能通过 A、B 晶体之间的固相反应生成。右图中，化合物 C 只在某一温度区间内存在，低温下也要分解。了解了这些，溶体1、2的析晶路线就比较好写了。我们看下一个相图，图中 C 晶体既只存在于某一温度区间，又是不一致熔化合物。那么写溶体3的析晶路程时，在上一个知识点的基础上，需要注意，降温到低温阶段时 ，C 会分解为 A、B 两种晶体。下面是第5类相图，具有多晶转变的二元系统相图。这类相图包括2种类型，一是在低共熔点下发生晶形转变，二是在低共熔点以上发生晶形转变。下面我们加以详细介绍。左图中，组分 A 在晶形转变点 P 发生 A 阿尔法与 A 贝塔的晶形转变，晶形转变温度低于低共熔点，所以晶形转变等温线在1点之下。在此线以上的相区 ，A 晶体以阿尔法形式存在，在此线以下的相区则以贝塔形态存在。右图中，晶形转变温度 Tp 高于低共熔温度 Te， 在 P 点 A 阿尔法与 A 贝塔之间发生晶形转变，并且系统中有液相存在。此时 A 阿尔法与 A 贝塔液相3相平衡共存，所以 P 点也是一个无变量点，为晶形转变点。很容易理解，这个晶形转变点一定不是析晶终点。这是概硅系统二元相图，图中阿尔法方石英和阿尔法邻石英的转变温度为1470度，在低共熔点1436度以上，而硅灰石阿尔法 CS 和贝塔 CS 的转变温度为1125度，也就是硅灰石的2种晶形在低于低共熔点的温度下发生多晶转变。这个相图中，溶体1的析晶路线比较好分析，在 Tp 温度以上为最简单的相图。只要注意在 Tp 温度 A 阿尔法与 A 贝塔发生晶形转变，最终 A 阿尔法全部转变为 A 贝塔，析晶产物为 B 和 A 贝塔。此相图中，溶体2首先析出晶体 A 阿尔法，到达 Tp 晶形转变温度时发生晶形转变，3相共存，液相点位于 P 点保持不动，直到晶形转变完毕。液相继续降温，不断析出 A 贝塔。接下来的析晶路程的分析就比较容易了。这是我们学习的第6类相图，具有液相分层的二元系统相图。前面所讨论的5类二元系统相图中，液相都是完全互溶的。在一些实际系统中，2个组分在液态并不完全互溶，只能有限互溶。这时液相分为2层，一是组分 B 在组分 A 中的饱和溶液 L1， 另一个是组分 A 在组分 B 中的饱和溶液 L2。图中的 CKD 冒型区就是一个液分相区，温度升高，2层液相的溶解度都增大，因而其组成越来越接近。到达冒型区最高点 K，2层液相的组成相同了，分层现象消失，故 K 点是一个临界点。K 点温度叫临界温度，E 点
为 AB 的低共熔点。系统中还有另一个无变量点 F， 在 F 点发生的相变化为 LC 变成 LD 加 A， 即冷却时从 C 组成液相中析出晶体 A，LC 液相转变为晶体 A 含量低的 LD 液相。下面我们来看溶体1的吸晶路程。溶体1降温，冷却到 L1 温度，液相开始分层，分为 L1 和 L1' 两个不同组成的液相。继续降温，分为 L2 和 L2' 两个不同组成的液相。冷却到 TD 温度， LC 液相不断分解为 LD 液相和 A 晶体，直到 LC 耗尽。 LC 消失以后，系统温度又可继续下降，液相点从 D 点沿 A 的液相线 DE 到达 E 点，并在 E 点吸晶结束，吸晶产物是晶相 A 和 B。 钙硅和镁硅系统相图中，在氧化硅含量高处都有一个液相分层区，我们在讲专业相图时再给大家详细分析。这是第7类相图，形成连续固溶体的二元系统相图。液相线 A4B 以上是高温液相区，固相线 A5B 以下是固溶体单相区，中间则是液体与固溶体平衡的固液两相区。溶体1吸晶过程中，液相点从2走到6，固相点相应的从3到7。注意，此吸晶终点为液相线上的一点，而且固溶体是晶体，原子的扩散迁移速率很慢，不像液态溶液那样容易调节组成。整个吸晶过程，只要冷却速度不是足够缓慢，容易发生不平衡吸晶。这是我们学习的第8类相图，形成有限固溶体的二元相图。组分 A、B 间可以形成固溶体，但溶解度是有限的，不能以任意比例互溶。图中 SAB 表示 B 组分溶解到 A 组分中所形成的固溶体， SBA 表示 A 组分溶解在 B 组分中所形成的固溶体。AE 是与 SAB 固溶体平衡的液相线， BE 是与 SBA 固溶体平衡的液相线， AC 和 BD 为固相线， E 点是 SAB 和 SBA 的低固溶点， C 点表示组分 B 在 A 中的最大固溶度， D 点则表示了组分 A 在 B 中的最大固溶度。CF 是固溶体 SAB 的溶解度曲线， DG 则是固溶体 SBA 的溶解度曲线。根据这两条溶解度曲线的走向， A、B 两个组分在固态互溶的溶解度是随温度下降而下降的。图中溶体1、2、3的吸晶曲线和最简单的相图中吸晶曲线的分析基本一致，只是要注意，初始固相点的变化是在固相线上移动，不能再对应纯 A、纯 B。结晶产物为 SAB 和 SBA 两种固溶体。此图中是形成转溶型的不连续固溶体的二元相图。SAB 和 SBA 之间没有低固溶点，而有一个转溶点 Z。冷却时，当液相组成变化到 Z 点，将发生转溶过程，液相把 SAB 转溶掉，生成 SBA。我们分析溶体3的吸晶路程，首先碰到 SAB 的液相线，吸出 SAB， 降温到 Z 点发生回吸，将 SAB 转溶掉，生成 SBA。固相点从 C 到 F 到 G 点，这时 SAB 消失，液相点离开 Z 点，向 F 方向移动，不断吸出
SBA。固相点走到 E 点时，固相点和系统组成点重合，吸睛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容体3的吸睛终点在液相线 BZ 上的 F 点结束，吸睛终点为液相线上一点，这与大部分吸睛终点在无变量点是不一样的。这个表格将生成转容型不连续固容体的2元相图上不同组成点的吸睛规律进行了归纳。同学们可以与上一个知识点中生成一个不一致熔融化合物的相图进行比较学习，在此不再详述。同学们，到此我们学习了8类2元系统相图的基本类型，期望大家能够抓住每个相图中的重点，尤其是无变量点的性质进行详细分析，为专业相图的应用打下基础。这个知识点我们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